金家3房所赠，百草鹿5瓶，天仙子10壶，龙象角2对。一群势利眼，4馆交接之前，没几个人给过我哥好脸色。现在，哼，上赶着献媚，生怕被落下了。往好处想，要不是这些名贵药材，石大哥的伤也不会好这么快。小姐，东城张府差人来说，给少爷准备了一根紫韵龙皇参，非要当面送他。一天到晚都是客，是要累死我！辛苦玉环妹妹啦，可谁让你是石大哥最亲的妹妹呢？你也别想躲，走，陪我一起去。好，你慢点走。没人告诉你，沈凌是被利用致死的吗？刚查的石泉村血案，跟他的死也有关。我爹刚刚过世，我就被人追杀，对方还是绝顶高手，他的背后到底是谁？为何要置我于死地？这件事若也与金家有关，金家又参与了多少？以我目前的修为，对上金五爷都困难，还是得先突破淬体11层，进入开元5院。待有所成就，我要报的仇和金家做过的事，我都会一一查清。还有，谁？
石木庄园的心腹亲眼所见，亲耳所听，千真万确。大哥，之前老祖对此子抱有期望，没想到跟他那个短命爹一样。如今我看得改弦更张。同志下劝，此事切莫声张，待我先禀报老祖，再做打算。那石木浑身怪力，原来还真有血脉。我也快练到后天武者了，还真没听说过有胎里带病的血脉。可能死得早啊，都来不及出名。他爹石挺死的蹊跷，他搞不好更惨。身怀石猴肺脉者，血气凝滞，难有尽兴，终有一日会彻至石化。除非能够彻底觉醒血脉，但东周三国历代武者没有任何石猴肺脉觉醒过。那天有石猴肺脉，就真的无法成为武道强者吗？石木实力超群，怎么可能是肺脉？使者到各家是私密寻访，但才半天，城中已流言纷飞，定有人故意散播。我不信，我找他问清楚。回来，若是误会，过2天自然会澄清。但要是真的，你已经被收入开元武院，去找他，岂不是让人更难受？可惜了。天道好轮回，石木啊石木，你多次坏我大事，报应终于来了。看来金家很快就会放弃的，到时候带几个人将他的庄园铲平，痛打落水狗。用不着亲自动手，他得罪的人可不少。石大哥，你已经几天没有出过房门了，也不吃饭，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。石大哥，寻脉使者也只是开元武院的普通高手，说话未必做准。东周辽阔，三国七宗都是修仙之人，所谓血脉之疾，一定有解法。一点声音也没有，不会
有什么事吧？石大哥，跟做贼似的，都显得唏嘘。石大哥，这几日所有人都劝解过你，大家都信任你，想等你自己走出来。如今还没到绝境，你甚至都没有试过自救，整日躲在屋子里，难道能活命吗？我认识的石大哥不是这样软弱的人。你若再颓废下去，最对不起的人是你自己。说得好。钟姑娘面对吴家人都能冷静从容，竟然被我逼得动怒，石某惭愧。我一时情急就……钟姑娘说得很对，石某受教。石大哥，你真的没事啦？我明白自怨自艾无济于事，但难免有些灰心。被你一骂，倒是豁然开朗，多谢。钟姑娘厨艺了得，以后谁要娶了你，可算大有口福了。石大哥说笑了。哥，你终于肯出来啦！我怕你还在消沉，特地求娘带金雷鞭来拆你房子了。又胡说八道！真姨，看情形，也不需要我多费口舌了。即使是废脉，我也练到了淬体11层，还没到我的极限，怎么能放弃竞技？这份心气儿，也配得上第一武徒的称号了。这是玉灵丹。钟姑娘也知道，我曾在一本书上看过，玉灵丹是以接近上古妖兽的稀有灵兽联合炼制的丹药，有木犀清香，效用仅次于七灵丹。这丹药市面流通极少，千金难得，即使是金家也很难买到的吧？石庭留下的2颗玉灵丹，放在我这儿也没多大用处，交给你也算物尽其用。当年您接我来金家，我因为怨恨父亲，对您也心有芥蒂。这些年，您暗中对我多番照顾，石木心存感激。但有些事，我目前可以确定和金家人脱不了干系。如你所想，我接你来，一是受你父亲的临终托付，二也是我在金家立足，需要子辈的助力。日久见人心，真姨今日能来，就是心怀坦荡，石木领情。开诚布公地问你一句，金家与我父亲到底有什么恩怨？身为金家人，有些事我不能说，说了反倒对你无益。我只能向你保证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玉环和你。有一个地方或许能解答你的疑惑，但我不知你是否能放下芥蒂。